青云宗百年山门，一朝成灰。芝麻，3个月前，我还是一个被人踩在脚底的废柴。林晨，你还真以为自己还是少主呢？你爹失踪3年了，你的灵根也被废了，你现在就是一条狗，不，狗还能看门呢，你连狗都不如。废物就是废物。哟，还挺硬气。哼，来，我看看这张脸。前宗主的独子，青云宗的少主，现在被我踩在脚底下，跟条死狗一样。你说你爹要是看到你这个样子，会不会气得从棺材里爬出来？我爹没有死。没有死，失踪3年，连尸骨都找不到。我再说一次，我爹没有死。给我打，打到他跪下求饶为止。堂兄，这就是你说的好戏？我还以为多精彩呢，不就是打一条死狗吗？有什么好看的？一个连淬体境都突破不了的废物，他好意思说自己是前宗主的儿子？请前辈收我为徒，我会一直陪着你。你用什么眼神看我？你以为你还是少主？告诉你，宗门已经决定，月底之前将你逐出青云宗，你连杂役都不配当。堂弟，你知道吗？你的灵根我用着还挺顺手的，地级灵根就是好，吸收灵气的速度比你的凡阶灵根快了10倍不止。你说你爹当年怎么就没给你生一副好灵根呢？哦，对了，你的灵根确实不好，所以才被我挖走了吗？什么东西？别跑！世天造化诀，成无足万世之志，则混沌之子而传。吾儿行。装神弄鬼，月底之前滚出青云宗，否则我亲手送你上路。废物，没用的东西，早晚死在这杂役院里。欠我的，我会千倍万倍讨回来。一夜之间，从废人到淬体境巅峰。但那些画面不是我的记忆。哟，废物陈，大清早的洗什么洗？再洗也洗不掉你身上的晦气。昨天浩少爷说了，要你3天之内滚出青云宗。今天是第1天，老子来提醒你。
顺便把你的手脚废了，免得你跑路。你。 爹，我不想当狗腿子，我想堂堂正正的修炼。虎子，咱家没有灵石，没有背景，你不攀附强者，连饭都吃不上。你过来，拿着，滚！一个人的生前记忆，被噬天灵根在吞噬的瞬间，一并卷入了我的识海。刚才那些画面是什么？好少爷，王虎他死了，被凌晨一招就。凌晨，一个灵根被挖的废物，杀了我身边的管事。让他死，我要亲自出手，让他死无葬身之地。杀王虎的事很快就会传到林浩耳朵里，以他的性格，不会善罢甘休。我现在还没有十足的把握正面硬拼，我需要更多的东西，功法、武技，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一个把我灵根都挖了的宫门，有什么规矩值得我守？你突破了？你怎么可能突破？你的灵根明明已经被……苏姑娘，好久不见。哼，凌晨，你一个灵根被挖的废人，不可能突破修为。你一定是用了什么旁门左道的邪术。邪术？你的意思是我一个杂医院的废物，还能搞到邪术？你父亲以前是宗主，谁知道他有没有给你留下什么禁术秘雕？我告诉你，修炼邪术是要被宗规处以极刑的。苏清月，3年前的那个晚上，你把我骗到后山信地，说是有一株灵草要和我一起采，我在那里等了你半个时辰。等来的是林浩和3个长老。我的灵根被挖的时候，你站在旁边看着，我记得很清楚，你当时的表情不是不忍，不是愧疚。不要！而是松了一口气。你松了一口气，因为一个没有灵根的废人，终于不配做的未婚夫了。你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攀上林浩了。你胡说！我是被逼的，是林浩威胁我。他威胁你什么？他威胁你不这么做，就挖你灵根，废你的修为，把你赶出宗门。就算他说了这些，你也可以来找我，你可以告诉我，你可以选择不做，但你没有，你选了最容易的那条路，踩着我往上爬。这种平静比愤怒更让人恐惧，因为那意味着在他眼里我已经不值得愤怒了。你算什么东西？
当初你跪在我父亲面前，求他收你入门的时候，可不是这副嘴脸。怎么了？凌晨，他突破了，淬体境9重，他不是废人了，他的修为恢复了，而且他很强，我全力一掌被他一只手就拨开了。够了。3天后的宗门月度考核，我会安排人在考核中彻底废了他，不是打伤，不是打败，是废了他的经脉，断了他的灵根，让他这辈子都别想再修炼。你去跟长老院说，凌晨修炼了邪术，必须在考核中认证，这样就算出了意外也说得过去。凌晨，3年前我能挖你一次灵根，3年后我就能再废你一次。你以为觉醒了就能翻身？在我面前，你永远只配当一条狗。藏经阁，3位长老，弟子亲眼所见，凌晨身上的灵力biến动绝非正常突破，疑为修炼了邪术禁法。3日后月社考核，请长老院务必严查。既如此，3日后考核，一验便知。你说什么？凌晨？那个灵根被挖的凌晨？就是他，今天一早上亲手把报名表递上去的。考核长老脸都绿了，他来干什么？找死吗？一个废人参加月度考核，听说他前2天还杀了林浩身边的管事王虎，一招毙命。就他，王虎好歹也是淬体境7重，所以才邪门啊！说不定真用了什么邪术。月度考核第1项灵根测试，按名册顺序依次上前。下一位，凌晨。废物还挺灵。看吧，果然。怎么会如此？不可能！20年考核长老，接手子没有1万也有8000。测灵碑被灵力震裂，那是天级灵根才能做到的，但震碎化为齑粉，我从未见过，甚至从未听说过。父亲，这个废物！不急，考核还在继续。洛瑶，这就是你交上来的月度丹药，培元丹。你看看这个品相，丹纹断裂，药性散逸，色泽暗淡，这种东西也敢拿出来？你是在侮辱药峰的名声，还是在侮辱我的眼睛？赵副峰主，这枚丹药的品相，品相，废物的品相！从今天起，你这个月的炼丹资格取消，你用的那份3阶灵草材料，从你的份额里扣。3阶灵草，攒了2个月的贡献点才换来，用了整整7天，反复调试火候。而它摔碎的那半枚，根本不是我的成品，只是试药过程中淘汰的残糙品。行了，下去吧。
洛离，你爹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要疯的事，你一个晚妃就别掺和了，老老实实待着，别给自己找不痛快。这枚丹药不是用来交差的，是用来救人的。你们说他到底什么灵根？测灵碑都炸了。杯面黑光，我翻遍了典籍，从没见过黑色的灵根等级。白色凡级，青色灵级，紫色地级，金色天级，黑色呢？老周，这个凌晨你怎么看？看不懂，但也正因为看不懂，才让人不安。灵根测试结束，第2项对战考核，按抽签分组，依次上台。又要开始比试了，不知道会抽到谁。第7组，凌晨对赵铁河。是浩少爷安排的。赵铁山欠了林浩一大笔临时债，让他在考核中废了凌晨，免掉他的债。这也太……嘘，别说了。聚气境3重对素体境9重，一个大境界的猴沟，就算他有些邪门的手段，也不可能跨越。第7组上场。寒门出身，没有背景，没有靠山。林浩用临时债拿捏我，那笔债是我爹治病的钱。他爹在矿山干了20年苦力，肺里的磷矿粉尘把5脏6腑侵蚀的千疮百孔。凌晨，上来吧，我不想伤你，但……怎么上去的？你们看清了吗？那个速度，淬体境9重不可能有那种速度。不过是速度快一些。赵铁山，给我废了他！开始。铁壁碎山，接我一拳！我的灵力被吸走了，不可能！这不是灵根特殊，这是碾压，跨越一个大境界的毫无悬撼的单方面的碾压。我一定给您买药。这丹药，烦请您一定帮我带回破山村。替我办一件事，债就免了。什么事？考核的时候废一个人的手脚。像极了3年前的我。3年前，我亲手挖走他的灵根，我以为他这辈子都翻不了身了，我以为他会像一条丧家犬一样在杂医院里苟延残喘到死。但现在，这个人回来了，比3年前更强，强到我看不懂。林浩，他上台了，他要亲自和凌晨打。聚气境3重对淬体境9重。但林浩的地级灵根也不是吃素的。凌晨，你敢不敢上来和我打一场？好。凌晨，3年前我挖你灵根的时候，你跪在地上哭着求我，你还记得吗？我本来想给你一条活路。老老实实在杂医院待着，当条安分的狗，我不会要你的命。
但你不听话。你的灵根我用着还不错，虽然只是凡级上品的品质，但经过我父亲用秘法提炼之后，已经接近地级下品了。你知道吗？用你的灵根修炼的时候，我偶尔会感觉到一些奇怪的东西，像是残留的情绪、残留的记忆。那些残留里全是你当年的恐惧和绝望。每次修炼感受到那些，我就特别开心。开始，碎灵掌！好强！林浩这一掌比平时至少强了3成，他用了全力，这是要下死手。怎么可能？那是什么功法？3年前，林天渊第一次在战斗中失控，噬天魔根的兽性吞噬了他的理智，他差点屠尽了整战场上的所有人，包括自己的战友。林天渊用了20年才学会压制那股兽性，而林晨才觉醒3天，太快了，他还没有学会控制。你到底是什么东西？你到底是什么东西？你问我是什么东西？我是来讨债的。够了！你一个杂役弟子，从何处习得这等邪术？吞噬他人灵力，这就是魔道功法。青云宗绝不容许修习邪魔外道之人存在。邪术？他说林晨修炼了邪术，吞噬灵力，确实不像正道功法。可那明明是他自己的实力。执法队何在？将此子拿下，押入地牢候审。我想知道，林苍兰到底能做到哪一步？拿下！且慢！药风的人，他来干什么？药风风主洛天行的女儿，炼丹天赋极高，但存在感很低。他父亲今年身体每况愈下，药风实权已落入赵文长手中，而赵文长是我的人。一个药风的晚辈弟子，这个时候跑出来做什么？林代宗主，弟子洛丽有事禀报。药风弟子无权干涉考核事务，退下。弟子要禀报的是，恰恰与考核有关。代宗主方才判定凌晨修炼邪术，弟子身为药风炼丹师，对灵根和灵力的鉴别是本职所在。弟子有不同的鉴定结论。这是弟子在3天前做的鉴定报告。3天前，弟子注意到凌晨的力波动异于常人，便采集了他在杂医院活动区域残留的灵气样本，进行了详细的药理分析。分析结论，凌晨的眼力并非邪魔业道之气，而是一种极为罕见的混沌属性灵根所释放的眼力。在药学上的特征是具有极强的吸收性和转化性，这种特性在外观上确实容易与魔道功法混淆，但本质上完全不同。原来不是邪术，是灵根特殊。这是万灵药典第17一章中关于混沌属性灵根的记载。药典中明确标注，混沌灵根是上古时期存在的正统灵根之一，绝非邪术。代宗主若不信，可以查阅药风典藏阁的原典。药风的鉴定报告加上万灵药典的记载，
这两样东西的分量不轻。药方在宗门中地位超尔，他的鉴定结论不是随便能推翻的。这个少女的出现打乱了我的计划。我原本打算以修炼邪术的罪名将林晨押入地牢，自然有无数种办法让他永远转出不来。但现在药理鉴定、药典记载，白纸黑字，有据可考。如果我强行无视这些证据，那就是公然践踏宗门规矩，不仅会失去长老们的支持，还会把药风彻底推到对立面。药风那是整个青云宗的丹药命脉。既如此，林晨的灵丹之疑容后再议。执法队退下。多谢戴宗主明察。暗藏里还放着另一份东西，这3天来搜集的药风副封主赵文昌配合林苍凉克扣丹药材料的账目副本。今天不拿出来，时机不对，分量太重。现在拿出来只会打草惊蛇。我需要一个更合适的时机，一个能让赵文皇和林苍辉同时无法翻身的时机。今天，我只需要保住林晨就够了。林晨，多谢。疗伤丹，你身上有旧伤，表面看不出来，但经脉中的淤堵还没有完全疏通。每天服1枚，连服7天，能帮你把经脉清理干净。你练的？林苍丹父子不会善罢强休，今天的事只是开始，不是结束。你在明处，他们在暗处。你在演武场上展现的越强，他们就越想除掉你。林苍兰是元婴境的修为，你目前不是他的对手，他不会在宗门里公然动手，那样太难堪，长老们不会答应。你要小心。药风的事，你知道我在说什么。等你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再谈。平底有一道极浅的灼汗，不是瑕疵，是炼丹时丹火温度过高留下的。这说明炼丹者在封平的最后一刻手腕了一下，只有一瞬间的不稳定，但他控制住了。莫老已经走了，但我知道他在。就像我知道今天演武场上发生的一切只是一个开始。林宗主，许久不见，这个时辰联系老夫是出了什么变化？黑风，计划要提前。哦，出了什么事让你这么急？我那个侄儿活过来了。有意思，非常有意思。林宗主，老夫会亲自来。好淡，3阶中品，放在宗门药铺里，1枚就要50块灵石。洛里的手艺确实不一般。这不是扫地的技巧，这是对灵气的精准操控。现微到几乎不可察觉，但确实存在。一个普通杂役不可能做到这种事。你扫了3年地了。3年07天，你来的那天起，我就在这儿扫了。你是谁？我叫莫里，不过你爹叫我莫老。你认识我父亲？你的噬天灵根觉醒了。噬天灵元，这个名字是我觉醒时从传承中听到的，我从未对任何人提起过。这个老者怎么会知道？你不用紧张，我不但知道你觉醒了噬天明根，我还知道你的噬天造化诀目前只修到了第1重的第3个小筹天，
第4到第6个小抽天的运动路径你还没有完全打通。他说的没错，第4到第6的运功路线，我尝试过几次，每次都在同一个节点卡住。那个节点的灵力走向极为诡异，和前面3个小山后的逻辑完全不同。第4到第6小9天的关键不在灵力的量，而在于逆流。你的运功方向一直是顺经脉而行，你需要逆着经脉走一段，这和本能是相反的，所以你一直卡在那个节点。逆着经脉运转灵力，按照所有修炼常识，等同于自废修为。但噬天造化诀本就是什么正常的功法，你到底是什么人？这是你父亲给我的，23年前，你父亲亲手交到我手上，说了一句话：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替我看着陈儿。我是你父亲的护道者，在你父亲还是青云宗宗主的时候，我替他守了30年的秘密。现在他不在了，我替他守。昨天我杀了王虎，杀他的瞬间，我的脑海中涌了他的记忆，他小时候的事儿，他爹娘的事，他深夜发抖的事，全涌进来了。今天在演武场上，我吞噬灵号灵力的时候，灵根差点失控，我的眼睛变黑了，我的嘴角出现了不属于我的笑容。有一瞬间，我感觉那不是我在笑，是我体内那个东西在笑。那是什么？你父亲当年封印噬天灵根，不只是为了隐藏它，更是为了压制它的兽性。噬天灵根是上古噬天族的传承之根，它的本质是吞噬，吞噬灵气，吞噬灵力，吞噬灵根，吞噬法宝，吞噬一切。但这种吞噬不是没有代价的，每一次吞噬，灵根都会将被吞噬之物的记忆、情感、执念一并远入宿主的识海。这些外来的情绪会在你的时空中堆积发酵，最终反过来侵蚀你自己的意识。吞噬得越多，侵蚀越重，到了某个临界点，宿主的自我意识会被彻底淹没，你会失去自己的记忆、自己的情感、自己的人格，剩下的只有一个只知道吞噬的空壳，那就是噬天兽。上古噬天族灭族的真正原因不是被外敌所灭，而是族中强者一个接一个的失控，沦为噬天兽，最终互相吞噬，同归于尽。我父亲也经历过。你父亲于禁觉醒噬灵根的时候比你还早，12岁。他在20岁之前就差点失控过3次，最严重的一次，他差点屠尽了一整个战场上的所有人，包括他自己的战友。你害怕了？没有。那你应该害怕。你觉醒才3天，就已经在吞噬活人的伟力和记忆了。你的控制力比你父亲当年差了10倍不止。如果你不尽快学会压制这股兽性，下一次失控的时候，你可能连洛离那丫头都认不出来。怎么压制？天造化诀本身就有压制兽性的法门，但你现在修为太低，还触及不到那个层面。眼下最实际的办法，控制吞噬的频率，不要贪多。每次吞噬之后，立刻运转第一外来记忆炼化、消化，不要让它们在识海中堆积。记住，不要贪。噬天灵根的本能是永无止境的吞噬，它会让你觉得每一次吞噬都是对的，每一次变强都是应该的，那是陷阱。你越贪，它就越强。等它比你的意志更强的那一天，你就不再是凌晨了。我记住了。还有一件事，你父亲的失踪不是意外。3年前那个夜晚，你父亲不是被人偷袭，不是被人绑架，不是失踪，那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阴谋，针对他的，也针对你的。挖你灵根的人，让你父亲消失的人，把你打入杂医院的人，他们不是各怀鬼胎的散兵游勇，而是一张网，一张织了10几年的网。是谁？我告诉你这些，不是让你去报仇，我告诉你这些，是让你知道，你面对的敌人，比你想象的还要恐怖。林浩和苏清月只是浮在最表面的棋子，水面下的东西，你现在碰不得。修炼，变强，学会控制你的灵根，等你准备好了，真相自然会来找你。
陈儿，你父亲当年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他做任何事都有他的理由。这双手已经不一样了，他们能吞噬一切，也能吞噬我自己。他不是刚才才受伤的，他一直在流血，他在用扫帚掩盖自己灵力失控的痕迹。你倒是悠闲。青云宗后山有一处秘境，你知道吧？知道，后山秘境，青云宗开宗祖师留下的试炼之地。按宗规，只有内门弟子以上才有资格进入，杂役弟子连后山的路都不许走。秘境深处有一样东西，是你父亲留下的。什么东西？一柄剑，你父亲的本命至宝。他在消失之前的最后一个夜晚，亲手将它封入了秘境深处。与剑一起封存的，还有一枚传承玉简。玉简里记录的东西是关于你灵根的全部真相。你父亲知道，他不可能亲口告诉你，所以他把真相留在了那里，等你自己去取。秘境有守护妖兽？有，一头3阶巅峰的黑鳞蟒，宁丹境初期的实力。以你目前的修为，正面硬拼不是他的对手。但秘境中有地形优势，黑鳞蟒身圈里庞大，在狭窄甬道中施展不开。你有噬天灵根，只要你能撑住他的第一波攻击，就有机会。秘境入口禁制的通行符，你父亲当年留给我的，有效期只有今夜1夜，天亮之后秘境入口自行关闭，下一次开启3个月后。你不去？我的修为不适合出现在秘境里，那里的禁制能感知修为层级，修为越高，触发的守护力量越强。以我现在的状态进去，只会让事情更麻烦。好。黑鳞蟒，3阶巅峰，宁丹境初期。好重的力量，如果被正面撞上，至少也是筋骨断裂。吞噬妖力，妖力太过浑厚，经脉承受不住，已经有几条细微经脉出现了裂纹。用它。陈儿，这柄剑和这份传承是我能给你的一切。我不能告诉你全部真相，但你要记住，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让你有能力走到今天。当年你的灵根被用秘法封印，只留下一具伪灵根在外面。你以为那具伪灵根被挖走是灾难？不是的，那是我计划的一部分。只有伪灵根被挖走，真正的噬灵根才有空间苏醒。邪灵根被挖走，是计划的一部分。噬灵根的真相，噬天族的秘密，你母亲的事，这些都在我留给你的功法传承中。你现在还看不到，等你的修为到了，他们会一层一层的向你展开。晨儿，不要恨，我知道你会恨，但你要记住，你之所以能走到今天，不是因为恨，而是因为你比你自己以为的更强。我相信你。不要贪。凌晨，深夜擅闯宗门禁地，按宗规当诛。当诛，那就试试。深夜擅闯宗民禁地，按宗规当诛。不过，念在你是前宗主之子的份上，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束手就擒，交出你在秘境中得到的一切东西，或许还能留你一条全尸。看来林苍兰是真的急了，派一个宁丹境6重的长老带3个帮手，半夜蹲在秘境门口等我出来。如果只是想抓我回去审问，用不着这么大的阵仗。你们来是要杀我？你很聪明，可惜聪明人往往死得更快。动手！地形，莫老说过，秘境中有地形优势，除了秘境，地形依然可以利用。吞噬，吞噬。不要贪。果然有两下子，可惜你的灵力层次太低了。淬体境就是淬体境，不管你的灵根多特殊，都是蝼蚁。他的攻击虽然猛烈，但每击击之间都有一个极短的间隙。宁丹境修士的灵力运转不像元婴境旋转如意，每一招出手后都需要一瞬来凝聚下一招。那个剑盒只有半息，够了。你疯了！宁丹境6重、5重、4重。你的痛苦，我看到了。不知道是在对陈元说，还是在对自己说。
3个月，宗门大比。黑风兄，计划提前，务必亲至，此子不除，不惜一切代价。3个月，从月代考核到宗门大博，整整3个月。对大多数人来说，3个月什么都改变不了。修为的提升是以年为单位计算的，从聚气境突破到凝丹境，天赋好的弟子需要1到2年，天赋一般的需要3到5年。但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宗门大比是3年1度的盛事，全宗弟子不论出身皆可参加，排名直接决定宗门未来3年的继承人选和资源分配。林苍兰会在大比上做什么，我用脚趾头都能想不到。执法队何在？不会再用什么修炼邪术的借口了，他会在赛场上光明正大的让我死。黑风，计划要提前，不惜一切代价。死在比武台上，谁也说不出什么。所以这3个月，我必须变强，强到林苍兰的杀绝装不下我。聚气境9重，距离凝丹境只有1步之遥，但那一步比从淬体境突破到聚气境要难得多。10天灵根吞噬而来的灵力来源各异，属性混杂，有王虎的淬体境灵力，有赵铁山的聚气境灵力，有黑林蟒的妖力，有陈渊的凝丹境灵力。转化之后虽然都能为我所用，但彼此之间存在细微的排斥，不能将这些灵力彻底融合纯化，凝丹的时候就会出问题。我需要一味催化剂，一种能帮助灵力融合纯化的丹药，但我没有。杂医院没有丹药，没有灵石，没有材料，什么都没有。你多久没吃饭了？3天还是4天？先吃东西，再吃药。这4瓶丹药，2瓶聚灵丹，帮你全化体内混杂的灵力；1瓶固元丹，凝丹的关键时刻稳住丹田；1瓶疗伤丹，你身上还有秘境那一战留下的暗伤。3阶上品。聚灵丹的材料里有一味3阶灵草，叫静心莲，市面上已经断货3个月了。我用的是我自己在药峰后山种的那一片，只有7株，全部用在了这2瓶丹药里。为什么？因为你值得。一个被挖了灵根的人，3天之内觉醒新的灵根，1夜突破淬体境9重，1个月之内连跨一个大境界到聚气境9重。这种天赋如果死在杂医院里，是整个青云宗的损失，也是我的损失。我帮你修炼，不是白帮的。药峰副峰主赵文昌克扣了我们一脉3年的丹药材料，那些材料本该分给药峰所有炼丹师，但他利用职务之便，把最好的材料全部截留，中饱私囊。我父亲身体不好，管不了他，我在药峰没有话语权，扳不倒他。这是他3年来克扣材料的账目，我一笔一笔记的，每一笔都有时间、数量、去向，但光有账目不够，他在长老会有靠山，账目交上去也会被压下来。我需要一个有分量的人，在合适的时机把这些东西捅到该看到的人面前。你当上核心弟子之后，能帮我吗？你一直在帮我，这次换我帮你。聚灵丹每天服1枚，饭后半个时辰；固元丹留到凝丹那天再用。林苍兰不会让你安安稳稳的修炼完这3个月，她一定会想办法干扰你，小心。好丹，药力不是蛮横的灌入经脉，而是像一把灵巧的梳子，顺着灵力的纹理一丝一丝的梳理。这种精度，只有对灵力药理有极深理解的炼丹师才能做到。洛离的天赋比他表现出来的更高。你的灵力纯度比半个月前高了2成，但第4条主脉和第7条主脉之间还有一处暗结没打通。下一次服聚灵丹的时候，试着将药力集中在那个节点上，让药力从内向外冲，不要从外向内灌。你的灵力运转在过丹田的时候有 0.3 息的滞侧，是因为丹田底部有陈渊那一战留下的旧伤。固元丹提前用吧，
现在用比宁丹那天用效果更好。修炼、负担、修炼、运功、修炼、压制反噬、修炼。每一次吞噬丹药，灵根都会本能的想要将药力全部吞噬，那种饥饿感永远在的，像一头关在笼子里的兽，无时无刻不在撞击牢笼。但我学会了不被它牵着走，我用噬天造化诀的心法引导药相流向，让灵根只能吞噬我允许它吞噬的部分。控制，不是消灭饥饿，而是在饥饿中保持清醒。此处为带脉，循行于腰腹之间，环身1周。不能急，不能贪，让他自己找到平衡点。宁丹，成了。宁丹境和聚气境的差距，比想象的更大。3个月，从聚气境9重到宁丹境1重，够了吗？不够，但已经没有更多时间了。吃了它，噬灵金丹，以燃烧修炼根基为代价，短时间内将修为强行提升1到2个小境界，代价服用之后，终身无法再突破当前境界。吃了这枚丹药，这辈子就永远停在这里了。宗门大比，你必须赢他。父亲，真的要？大比的规矩是生死自负，只要他死在台上，谁也说不出什么。你的修为不够，所以你需要这个。凌晨，宗门大比上，我要亲手撕碎你！3个月前的月度考核，这块石台上发生的事，已经成了全宗弟子茶余饭后的谈资。废物凌晨震碎测灵板，一招碾聚气境，正面轰飞灵号。那一场考核的余波至今没有散去，但今天的阵仗比那次大了10倍不止。3年来，林苍兰用这种不动声色的方式，一点一点地蚕食着宗门的规矩，像涨潮的海水，缓慢而不可逆地侵蚀着沙滩上的一切。知道内情的人会觉得这笑容比冬天的刀子还冷。宗门大比正式开始。就是他，那个灵根被挖又觉醒的。听说他2个月前杀了执法长老陈岩，宁丹境6重的长老啊，被他一个聚气境的弟子杀了。邪门，太邪门了！今天的大比有好戏看了。我不需要读心术就知道那个微笑背后藏着什么。3个月前那封寄给黑风老怪的密信，莫老已经截获了副本。黑风老在今天会来，不只是来，是杀。不确定他今天需不需要，但带着安心一些。那种目光，不是爆裂的外放的恶意，是冷的，冷到让你觉得他不是在看一个人，而是在看一个已经标注好死期的物件。那股气息太熟悉了，30年前就是那股气息在暗中配合林苍林，设下了陷害凌天元的杀局。黑风老怪，他果然来了。修为衰退的速度比预估的更快，3个月前还能勉强压制旧伤反噬，现在已经压不住了。每一次动用灵力都在消耗本就不多的寿元，还有多少寿元没有算过，也不想知道，只知道在他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保护自己之前，我不能到。宗门大比共128名弟子参赛，
按抽签分组，单败淘汰，最终决出冠军。冠军将获宗门合力修炼洞府及优先资源分配之。比武之中，刀剑无眼，生死自负。生死自负，上了擂台，生死各安天命，宗门不会追究胜者的责任。换句话说，如果林苍兰安排的人在台上杀了我，那就是白杀。从3个月前莫老截获那封密信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了，今天的大比不是比赛，是杀局。但那又怎样？杀局也可以变成坟墓，只是埋的人未必是我。收猎，那不是林浩身边的宁丹境五重，内门天骄榜上排名前20的狠人，第1轮就碰上宁丹境五重，这也太巧了吧！老主人，你看到了吗？她已经不是圣女了。3个月前那桶地牢事件之后，被废除了身份，打入地牢。后来不知怎么又被放了出来。有人说是因为林苍兰还需要她做某些事，也有人说是因为药峰峰主洛天行替她求了情。3个月前她说的每一个字，我一个字都没有忘，每一个字都像是一根针。当初你跪在我父亲面前求他收你入门的时候，可不是这副嘴脸。扎在心底最脆弱的地方拔不出来。我知道他恨我，我也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确实该被恨，但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说，如果当年不是我先放弃了他，如果当年我选择站在他那边，今天站在他身边的人会不会是我？大比第1轮，第1组上台。周烈是林浩的人，这一点在场的人都心知肚明。林晨，浩少爷让我给你带句话，今天这个擂台就是你的棺材。开始！一招宁丹境5重，一招！3个月前还是聚气境，现在是什么修为？看不透，我完全看不透他的灵力层次。从第1轮到第6轮，6场比赛，总共用了不到半炷香的时间。6名对手全部是宁丹境的内门天骄，其中2个排在天骄榜前15，但在林晨面前，他们就像纸糊的一样，一碰就碎。幸亏那天没把林晨打死，不然今天死的就是自己。3个月内从聚气境9重突破到宁丹境，不，以他展现的战力，恐怕不止宁丹境初期。这种修炼速度，这种碾压式的战力，已经不是天才2个字能解释的了，那是妖孽。
那光芒的波动频率，我似乎在哪里见过。在哪里呢？两个人像两柄刀，从淘汰树的两端一路劈砍，向最终的交汇点推进。所有人都知道这一天会来，但从第一轮碾压到这一刻，亲眼看到这两个名字最终排列在一起的时候，那种期待感和紧张感，还是像实质一样压在了每个人的胸口上。明天的对手是林浩，禁药加持后聚气境巅峰的林浩。以我目前的实力，正面碾压他不难。但林浩不是重点，重点是林苍莲，重点是黑风老怪。有意思，老夫会亲自来。他们布下的杀局不会只有一层，暗处一定还有秀色。黑风老怪今天已经来了，就藏在高台上那个黑人的身影里，化神境的邪修首领。这个级别的敌人，不是我目前能对付的，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在擂台上尽可能快地解决林浩，然后看莫老怎么接这一局。回灵丹，明天决赛前服一枚，能把你今天的灵力消耗全部补回来。谢了，洛伊，明天的事可能会比你想象的复杂。如果出了什么意外，你不要靠近擂台。我不会靠近擂台，但如果有人受伤了，药风的职责是救治伤患，这是宗规。他说这是宗规，洛离，但他意思不是宗规。明天会是一个大晴天，也可能是血成河的一天。昨天是热闹，今天是肃杀。宗门大比总决赛，林晨对阵林浩，双方上台。堂弟，3年了。3年前那个晚上，我亲手挖走了你的灵根。你知道我当时在想什么吗？我在想，原来把一个高高在上的人踩在脚底下的感觉这么爽。你从小就是宗门少主，所有人都围着你转，所有人都说你是天才，而我呢？我是林苍兰的儿子，但没有人记得我的名字，他们只记得林天渊的儿子。我恨你，从7岁开始恨，恨了整整11年。说完了吗？说完了，那就开始吧。水灵掌！水灵掌对他没有用，3个月前就知道了。水灵掌只是试探，真正的杀招在后面。灭灵刺！轮到我了，林浩。3年前那个晚上，你和你父亲林苍兰联手挖走了我的灵根，但我今天要告诉你一件事，你挖走的不是我的灵根，那只是我父亲用秘法封印后留在外面的一具伪灵根，真正的灵根一直在我体内，只是在等伪灵根被挖走之后才能觉醒。伪灵根？他说被挖走的是伪灵根，那林浩挖走的灵根本不是真的。等等，如果是伪灵根，那林浩用的一直是……你胡说！你胡说！我的灵根是地级上品，是凡级上品，一具凡级上品的伪灵根，我父亲用凡级灵根的碎料拼出来的。你以为你靠着它修炼出来的修为是真的？那不过是资源堆出来的空中楼阁。你以为你比我强？你从来就没有比我强过，你只是一个靠偷别人东西过活的小偷。还有苏清月，3年前那个晚上，是他把我骗到后山禁地的。他跪在我父亲面前求他收他入门的时候，用的是最卑微的姿态，转头就和林浩挖出我的灵根。趋炎附势，落井下石，
这就是青云宗曾经的圣女。原来灵根被挖的是她才是受害者，我们以前还嘲笑她。3年，她在杂医院待了整3年。你去死！失控了，他要失控了。3年的屈辱，3年的隐忍，3年在杂医院最底层像狗一样活着的日子，那些被压抑了3年的愤怒全部涌了上来，和灵根的兽性混合在一起，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毁灭一切的冲动。杀了他，把这个偷走你灵根的人的修为全部吞噬干净，让他变成一个真正的废人，让他跪在地上，像你当年一样绝望。林晨，陆离，林晨，你越贪，他就越强。等他比你意志更强的那一天，你就不再是林晨了。不要恨。我知道你饿，我知道你想吞掉一切，但你不能替我做决定。春归盼君归朝，青丝岁月已老，谁能阻我一世桀骜？你恨了我11年，但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有恨过你。不是因为被当众揭穿，在地牢里的那一天就已经知道自己会有这个下场，是因为他最后说的那句话。我从来没有恨过你。被恨，或许比被遗忘更好。林浩的棋子身份到此结束了，但苍兰的棋局才刚刚开始。那手印不是青云宗的任何灵技，是禁术，林苍兰私下传授给他的，不到万不得已不准动用的禁术。以燃烧全部兽人和精血为代价，引爆丹田中最后一丝灵力，化为一击毁灭性的自爆。不好，他要用禁术自爆。禁术自爆的准备时间极短，从丹田膨胀到彻底引爆，只有不到3息。防护阵法的启动需要5息。那就全都跟我一起陪葬吧！为什么你什么都有，我什么都……宗门大比总决赛，胜者林晨。刚才那一剑我没有留手，不是因为林浩值得我用全力，而是因为如果那一剑慢了半息，他就真的自爆了。擂台上不只有我一个人，台下3丈之内的弟子，包括洛离在内，都会被波及。我不允许那种事发生。好，宗门大比冠军林晨，今日起，林晨晋升为青云宗核心弟子，享独立修炼洞府、优先资源分配之权。林晨，你是青云宗的骄傲，你父亲若在天有灵，看到你今天的成绩，一定也会欣慰。那不是灵力的感知，而是一种更本能的、直觉性的东西，像猎物在猛兽面前的本能警觉。好好修炼，青云宗的未来
就靠你们这些年轻人了。这不是结束，这是开始。林宗主，看来今天的大比不如你预期的那么顺利。黑风，原定的计划改了。哦，宗门大比之后，我会安排林晨外出历练，路线经过黑风山脉。你想在黑风山脉动手？那里距离青云宗太近，如果动静太大，我会让他以为这是一次正常的宗门历练任务。等他进入黑风山脉深处，你带人堵住退路。我不需要你活戳他，我要他死，死在黑风山脉里，尸骨无存。林宗主，你儿子今天在擂台上被打成废人，你心疼，我能理解。但你要想清楚，这个少年不是普通的对手，他身上的东西，那个吞噬能力，你知道那是什么？如果你杀了他，那东西就断了。你确定要断了他？我不管那是什么东西，只要那个东西在他的身上，我就永远不会安全。他知道的太多了，苏清月在地牢里说的那些话，加上他自己查到的，如果他继续活下去，总有一天他会知道我当年对他父亲做了什么。他必须死，黑风山脉不惜一切代价。好，3天后见。大哥，你留下的这个孽种，我会替你清理干净。不只是因为愤怒，还是因为恐惧。我知道莫老不想让我知道，一个守护了2代人的老者，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选择独自承受。我能做的，只有不拆穿。明天之后，我就要离开青云宗了，去黑风山脉。去那个林苍兰为我准备的坟墓，我知道那里有什么等着我，但我还是要去，因为有些路必须自己走，有些仇必须亲手。林晨是怎么做到的？林根被挖是蓄意的，骗他去禁地的是苏清月。如果这是真的，那3年来所有人对他的嘲讽，都建立在一个谎言之上。昨天演武场上的声浪已经平息了。但那声浪激起的涟漪还在宗门的每一个角落里扩散。3年前林晨父亲失踪，林根被挖，被打入杂医院。当时宗门上下流传的版本是前宗主之子德行不端，林根品质低劣，自甘堕落，林苍兰亲自定的。但现在另一个版本浮出了水面，这个认知让很多人坐立不安。昨天那场决赛对我的消耗不小，不只是灵力，更是精神上的。压制林根兽性的那一瞬间耗费的心力，到今天还没有完全恢复。识海中还残留着林浩记忆的碎片，7岁、10岁、13岁的画面，像被打碎的玻璃渣，散落在我自己的记忆旁边，碰一下就扎手。林晨，我来道歉。3年前，是我把你骗到后山禁地的。那天晚上，我对你说后山有一株3阶灵草，想和你一起去采，你没有怀疑，跟我去了。到了禁地之后，林浩和3个长老已经等在那里了。你的灵根被挖的时候，我就站在旁边看着。你喊了一声我的名字。你喊了2声，我没有答应你。我确实趋炎附势。你父亲失踪之后，你没有了靠山，灵根品质又低，我在你身上看不到未来。林浩比你强，林苍兰比你父亲有权势，我选了他们，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没有人逼我。但是你知不知道，一个没有背景的女弟子在青云宗，不攀附强者就只有死路一条。我是寒门出身，没有家族，没有靠山，没有灵石，没有资源。你以为圣女的位置是我凭本事得来的？不是，那是你父亲看我可怜施舍给我的。没有你父亲的庇护，我在青云宗连一口干净的饭都吃不上。你父亲失踪之后，我第一天就被人盯上了。剑锋的一个长老弟子当晚就闯进了我的院子，你知道他想干什么吗？你知道一个没有靠山的女弟子在夜里被人闯进院子意味着什么吗？第二天，林浩来找我，他说跟着我，我保你平安，你帮我做一件事，我给你资源，给你地位，给你安全。我答应了。你说完了？你的苦衷我听到了，你说的对，一个没有背景的女弟子在青云宗确实很难。我父亲失踪之后，你失去了唯一的靠山，有人威胁你，逼迫你，你害怕，你不得不做出选择，这些我都理解。但你有选择，在你答应林浩之前，你可以来找我。我父亲失踪的当晚，我还住在少主院里，我的灵根还没有被挖，我还是青云宗的少主。如果你那时候来找我，告诉我有人威胁你，我会帮你。你也可以去找洛天行，从来不会拒绝求助的弟子。你也可以去找任何一个长老，青云宗的长老不全是林苍兰的人。你有选择，踩着我往上爬。你用我的信任把我骗进地，你信任助我为天的学院不会这雷武，以后就投进了林浩的怀抱。你的苦衷是真的，但你的选择也是真的。苦衷可以解释行为，但不能抵消后果。你踩着别人往上爬，就要做好有一天被摔下来的准备。我知道。你来道歉我接受了，但这不代表我会原谅你。道歉是你的事，原不原谅是我的事，你可以走了。凌晨，你以后小心林苍兰，他不只是想杀你，他想要你身上的东西，你那个灵根，他知道那是什么。你怎么知道？在地牢里的时候，我听到看守的人说的，林苍兰和一个叫黑风的人有来往，那个人不是青云宗的人，他们的目标不只是你，还有你父亲。3年前你父亲的失踪和他们有关。这些话我本来打算烂在肚子，但你刚才说苦衷不能抵消后果，那我至少可以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算是我唯一能做的事。苏清月被执法队当众拿下了，废除了圣女身份的残余封号打入宗门地牢候审，罪名是3年前勾结外人残害同门，证据确凿。大比之后，长老院中几位一直被盯在林苍家的中立长老联合上书，要求彻查3不和墓。毕竟昨天的擂台上，林浩的禁药和禁术竟暴露太多，只能顺应民意，让执法队先把苏清月收押。这是弃子，苏清月是一颗已经没有利用价值的棋子，林苍兰把她丢出来，转移长老院的注意力，给自己争取时间。林苍兰和一个叫黑风的人有来往，他们的目标不只是你，还有你父亲。3年前你父亲的失踪和他们有关。这些信息我已经从莫老那里知道了大部分，但苏清月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一个亲历者，一个曾经身处那个阴谋内部的人的视角。他说的都是真话，他最后的选择把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或许是他这辈子做过的唯一一件正确的事。3年前被挖灵根的那个夜晚，我确实喊了他的名字2声，他没有答应。那一刻，我的心比灵根被挖还痛。但3年过去了，3年的杂医院生活教会了我一件事：恨一个人是很累的，把精力花在恨上，不如花在变强上。我不恨苏清月，我只是不会再信任她了。苏清月被关进地牢了，知道了。他说了一些事，关于林苍兰和黑风。他说了什么？他说的大部分是真的。黑风老怪，南域邪修首领，化神境修为，30年前就和林苍兰勾结了。你父亲的失踪，他是主要的执行者之一。还有，苏清月在地牢里不会安全。什么意思？
林苍兰不会让他活着说出更多东西。他是弃子，弃子的命运只有一个，被销毁。我救不了他，不是因为不想，而是时机不对。现在去地牢救人，等于直接和林苍南撕破脸，而我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正面对抗一个元婴境的代宗主。然后，用这些现有话去拼出3年前这张网的全貌。他在想凌晨说的话。你有选择。4个字，比任何辱骂、任何惩罚都更重，因为那是真相。我选了那条路，然后用3年的时间，把自己走成了今天的模样。别出声，苏姑娘，老夫奉命来送你一程。但今天他跪在同一个碎石地面上，把他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我，那不是赎罪，赎不了，那是他在自己已经无法回头的路上做的唯一一件不是为了自己的事。我不会原谅他，但我会记住他最后的话，因为那些话里藏着我父亲失踪的真相。算是我唯一能做的事。弃子的命运只有一个，被销毁。昨夜地牢方向隐约传来的灵力波动，我在杂医院就感知到了。那种波动很微弱，只有凝丹境以上的修士才能捕捉。那是灵力被暴力压制时才会产生的特殊频率，像是有人在用灵力掐灭一根蜡烛。迷药，一种让人昏睡的迷药。看守被下了迷药。致死原因是灵力封喉，一种极其隐蔽的暗杀手法。杀手用灵力封住了他的喉部经脉，阻断了呼吸和灵力循环。从外表看，就像是在睡梦中安静的死去，干净、利索，不留痕迹，专业的手法。我和苏清月之间的恩怨，在这一刻彻底画上了句号。不是和解，不是原谅，只是一个句号。一个活着的人和一个死去的人之间，不再有任何需要清算的东西。林苍兰家黑风与你父失踪，灵根是他要的。你父失踪前夜见林苍兰如交代后事，他说他知道会出事。自愿，这2个字像2根针扎进了我的眼睛里。所有的线索都在指向同一个方向。父亲知道会发生什么，他不是被偷袭、被绑架、被强迫消失的，他是主动选择了消失。但为什么一个有妻有子的宗门宗主，为什么会主动抛下一切选择消失？他消失的时候，我才13岁，一个13岁的少年，灵根被挖，被打入杂医院，3年来像条狗一样活着。他知不知道这些？如果知道，他为什么不来救我？如果不知道，那他的自愿消失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些信息不能留在这里。如果被林苍岩的人发现，会顺藤摸瓜查到苏清月临死前留下的线索，进而推断出我已经掌握了哪些情报。你说的那些话，我记住了。我重新排列了一遍。第一条，林苍兰和黑风联手制造了父亲的失踪，这条我已经知道了，莫老告诉过我。第二条，灵根是林苍兰要的，这条也知道了，他基于是灵根才策划了挖灵根的阴谋。第3条，父亲失踪前一夜主动去找过林苍瑶，这条是新的。第4条，父亲的表现像是在交代后事，这条也是新的。第5条，父亲知道会出事，这是最关键的。第6条，父亲不是被消失的，是自愿的。如果父亲是自愿消失的，那他留在秘境中的噬天剑、传承愿剑、通行玉符，都不是以防万一的后手，那是一个已经做好了离开准备的人，提前为自己的儿子铺好所有的路。他知道会出事，他提前安排好了一切，然后
他走了，把一个13岁的少年留在了这个世界上。我没有让自己继续想下去，因为现在不是追究真相的时候。苏清月留下的信息只是碎片，不是全貌。父亲为什么自愿消失？他去了哪里？他到底在谋划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不是靠推理就能得到的。我需要更强的修为，需要走到那个能触及真相的位置上。苏清月死了，知道了。昨夜凌厉封侯，不留痕迹，专业手法。他死之前在牢房墙上留了几行字。他说我父亲失踪前一夜主动去找过林苍兰，表现得像在交代后事。他说我父亲知道自己会死，他还说我父亲不是被消失的，是自愿的。这条是真的吗？我不能告诉你，不是不想，是不能。有些真相不是靠别人告诉你的，你需要自己走到那个位置上，亲眼看到，牵手触摸到。如果你现在就知道了全部真相，你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好，我不问了。莫老，你说过，我父亲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他做任何事都有他的理由。不管他的理由是什么，他留下了一条路给我，我会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走到尽头。你父不是被，是自愿。父亲，不管你为什么走了，不管你去了哪里，你留下的剑我接住了，你留下的路我正在走，你留下的那些谜我会一个一个解开。官方的说法是畏罪自尽，地牢看守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了气息，面容安详，没有挣扎的痕迹。没有人质疑这个结论。一个被废除圣女身份打入地牢候审的罪人，畏罪自尽，这在青云宗的历史上不是第一次。他的名字像一颗落入深潭的石子，泛起一圈涟漪，很快就沉入了水底，再也无人问津。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真相，林晨是其中之一，但他什么都没说。这卷帛书是3年前林苍兰勾结黑风老怪的交易记录，记录上有时间、地点、交易内容、参与人员。这枚玉简里记录了林苍兰指使手下在3年间陷害、打压、排挤异己的全部过程。被他害过的人有名有姓有时间有地点，23人，其中6人下落不明，2人确认死亡。这封信是林苍兰3天前亲笔写给黑风老怪的密信，信上说要提前执行计划，在黑风山脉将你灭杀。信末有一句话：不惜一切代价。这3年来，我装成一个扫地的老杂役，每天在杂役院和内院之间活动，没有人会在意一个杂役去了哪里，看到了什么。我利用这个身份，一点一点地搜集这些东西。交易记录是从林苍参书房的废纸堆里翻出来的，他很谨慎，大部分文件都用灵火销毁了，但这一份因为沾了茶渍，被他随手扔了。我捡到了。苏清月不是畏罪自尽。我知道。凌厉封侯，专业的暗杀手法，凶手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看守被下了迷药，地牢的灵力阵法没有被触发，能做到这种程度的人，修为至少在元阴境以上。你想说的是，凶手是林苍兰？苏清月是一颗弃子，她在擂台上被我当众揭穿之后，对林苍兰来说就没有利用价值了，留着她反而是隐患。她知道太多了，所以林苍兰在她被关进地牢的当晚就动了手，干净利落，不留痕迹，连验尸报告都提前安排好了，畏罪自尽，谁也说不出什么。你说的都对，但苏清月的死只是冰山一角。你要想扳倒林苍兰，光靠推理不够，你需要证据，铁证，能让长老院中所有中立派都站到你这边的证据。所幸这些东西我已经准备了3年。
玉简里的信息来源更复杂，有些是从被林苍兰排挤的弟子口中一点一点问出来的，有些是我亲眼看到的。我在他的书房外蹲了整整7天，才等到他和心腹密谈的那一次。密信是前天截获的，林苍兰用灵镜和黑风老怪连通，联络完毕后会用传讯符将副本送出。我截了传讯符。够了吗？这些东西能证明林苍兰勾结邪修，陷害异己，密谋杀人，但不能证明他3年前害了你父亲。为什么？因为最关键的那条证据，关于你父亲失踪的真相不在我手上，那条证据在林苍兰手里，或者说只有他自己知道。3年前那件事，他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所有的密谋都是面对面进行的，参与的人要么死了，要么灭了口，除了一个人。黑风老怪。对，黑风老怪是唯一的活口，他知道3年前的全部真相，你父亲是怎么被设计的，灵根是怎么被挖的，你父亲最终去了哪里，只要他开口出来就完了。但他是化神境的邪修。对，以你目前的实力，正面对抗他没有任何胜算，但不需要正面对抗他，你只需要把他引入一个局，一个他不得不亲自现身，不得不亲自动手的局。什么样的局？苍兰的密信说了，他要在黑风山脉杀你，那我们就让他觉得他的计划成功了。你想让我做诱饵？不是诱饵，是明刀。你光明正大的走进黑风山脉，让林苍兰和黑风老怪以为你中了他们的圈套，然后我在暗处收网。你父亲当年教过我一件事，他说暗处的刀比明处的剑更致命，因为明处的剑你能割挡，暗处的刀你连看都看不到。暗处的刀比明处的剑更致命。我在暗处藏了3年，这把刀该出鞘了。好。你的修为现在还有多少？够用。我知道够用是什么意思，不是充裕，不是绰绰有余，而是刚好够完成计划，然后可能就不够了。那就这样，黑风山脉。黑风山脉。凌晨师兄，戴宗主有令，3日后，青云宗核心弟子前往黑风山脉执行历练任务。戴宗主点名让您同行，这是任务文书。3天前的密信上写的就是黑风山脉，林苍兰的杀局已经启动了。知道了，3天后出发。来了，来了。3天之后，我就要走进林苍兰为我准备的坟墓，或者说，我要让那座坟墓成为林苍兰自己的。3天之后的那场局，是我这辈子布的最后一个局。不管结局如何，我都回不来了。林苍兰本人没有出现在队伍中，但他恰好在出发前1个时辰召见了赵长老，单独交代了半个时辰的话。没有人知道他们说了什么。赵长老在出发前调整了队伍的行进路线，原定走黑风山脉外围，那里的妖兽等级不高，危险性可控，但他把路线改成了深入山脉腹地的一条山谷，理由是那里有更高阶的灵矿，采集价值更大。路线改了，往深处走了，更深、更远、更孤立，更方便杀人。黑风山脉，第1天，外围区域。他已经到了。从3天前接到任务文书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这里是坟墓，但我还是来了，
因为有些局必须身在其中，才能反客为主。赵长老，这里已经是腹地边缘了，再深入可能会惊动4阶以上的妖兽。我建议继续。林代宗主的手令上写得很清楚，目标区域在谷深处，灵矿就在那里，灵矿就在里面，派几个人进去探查。清一色的邪修，从他们的灵力波动特征就能判断出来。邪修的灵力带着一股腐朽的阴寒之气，和正道修士的灵力截然不同。黑风，赵长老，你……陈长老，识时务者为俊杰。林代宗主待你不薄，今日之事，你若装作什么都没看到，日后自有你的好处。你就是林晨，林天渊的儿子。是。像，眉眼像你父亲，尤其是这双眼睛。你父亲当年被我围杀的时候，也是这副表情，不慌不忙，好像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可惜他最终还是死了。别管他，今天的目标只有林晨一个人，其余的人识趣的就老实站着别动。等事情办完了，林代宗主自然会放你们回去。林晨，你父亲当年留下的那个东西，你身上的那个灵根，交出来，老夫可以给你一个痛快。我父亲当年留下的东西，不是你想拿就能拿的。那就别怪老夫不客气。黑风，你是黑风，30年了，该还的今天一起还。莫老的灵压远超宁丹境，远超元婴境，他的修为到底是什么层次？还有，黑风说30年了，30年前发生了什么？莫老和黑风之间有什么我不知道的过去？老东西，我以为你早就死了，让你失望了。没失望，你现在的样子比死还半截入土的老废物以为凭这点残余的灵压就能吓住我。30年前3年后更不可能。30年前我没有杀你，是因为有人不让我杀。今天没人拦我了。这3年来，我装成一个扫地的老杂宗，一点一点地搜集这些东西。铁匣已经交到我手上了，帛书、玉简、密信，3年搜集的证据全在我怀中。他说过，不管结局如何，他都回不来了。他把命压在了这一局。你没死！30年前，你明明应该死在那一战里。差一点，你们的伏击确实差点要了我的命。噬天族的人不是那么容易死。噬天族，原来如此，你是噬天族的余孽。难怪林天渊的灵根那么特殊，难怪那个小子能吞噬灵力。够了，3年搜集的林苍兰勾结黑风老怪的交易记录。林苍兰，你竟然，你从哪里？23名被林苍兰陷害的弟子名单。林苍兰，他竟然勾结邪修！3年前宗主的失踪是他一手策划的，还有陈渊也是他的帮凶。出生！
老实跪着，等回去之后，长老院会亲自审你。老东西，你以为拿出几张破纸就能翻天？在绝对的实力面前，证据是最没用的东西。黑风噬骨刀！你的修为不可能！30年前你明明……30年前我只剩下1成的修为，但现在够了。你到底是什么修为？黑风，30年前那一战，你和林苍兰联手杀了我噬天族27个人，27条命。今天你该还了。你的修为明明衰退了，怎么还能？我说了，够了。你们叔侄2个，我们不是叔侄，他是我的护道者，30年来，他一直在等这一天。既然死，那就一起死，保护弟子。30年前你欠我噬天族27条命，今天我只收1条。前辈，您是一个扫地的老头。一个扫地的老头，他说的对，这个扫地的老头打碎了一个化神境邪修的全部修为。莫老，好久不见，看来瞒不住了。不过，知道真相又怎样？这不是正常修炼能达到的突破速度，这是一种技术，和林浩用的那种类似，但等级更高，代价更大，效果也更恐怖。既然瞒不住了，那就一个都别想活着离开。一个都别走！半步化神，比黑风老哥的全盛状态还要强。以莫老现在的身体状况，如果再全力出手，你父亲当年把你托付给我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他说：“莫叔，替我看着他长大，不管发生什么，让他活着。”30年了，我没有食言。一个都别走！他已经不能全力出手了。莫老，退后，这一战我来。他的修为是元婴境巅峰，我知道。3年前就是那个人策划的一切，挖我的灵根，陷害我的父亲，把我打入杂医院，让我在最底层像条狗一样活了3年。3年后，我站在这里，面对面的对上了他。林苍兰，你害了我父亲，你挖了我的灵根，你杀了苏清月，你安排了今天这一切。3年来，你用伪善的笑容骗了整个青云宗，你坐在代宗主的位置上，把一个宗门变成了你一个人的资产。今天，我来讨债。讨债？就凭你一个宁丹境的小辈？元婴境巅峰和宁丹境之间的差距，不是灵根特殊就能弥补的，那是整整2个大境界的鸿沟。但我没有退。
你以为一把破剑就能挡住我？我没有试图硬接，接不住。我利用噬天灵根的感知力，捕捉苍兰每一次出招前灵力凝聚的方向和时机，在最后的间隙中闪避。但我只能闪避，不能反击，境界差距太大了。我在等一个机会。林苍兰的灵力虽然暴涨到了元婴境巅峰，但那股力量不是他自己的，而是用根基和寿渊换来的。每一次出手，他都在燃烧自己的未来，他撑不了太久了，他自己也知道。吞噬元婴境巅峰的全部修理灌入一个凝丹境修士的身体，经脉在快裂，鲜血从七窍涌出，但我没有松手。松手！不松。他不是天生恶人，他也曾经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天才，15岁凝丹，20岁元婴。在那个时代，他比林天约的天赋更高，但没有人在意，因为林天约是长子，是嫡系，是众望所归的宗主继承人，而他永远是宗主的弟弟。他用了20年，从宗主的弟弟变成了代宗主，代价是他的手上沾满了鲜血。那些被他陷害的弟子，被他排挤的长老，被他灭口的知情者，每一个人的脸都在他的记忆中清晰如简。你比他强，你才配坐在那个位子上，是他抢了你的东西。我能看到他的痛苦。少年时站在角落里不被人看见的孤独，看着兄长被万人敬仰时的不甘，深夜独自修炼时那种一定要超过他的执念，那种执念和我自己的恨太像了。你和他一样，你也放不下，你也是痴。有些真相需要你自己去发现，不要恨。那些不是执念，那些是我活着的理由。你的痛苦我看到了，你嫉妒我父亲，你觉得你比他强，你觉得这个世界欠你一个位子，这些我都能理解，但这不能成为你伤害我父亲的理由。你比他强。林苍兰罪证确凿，已被正法。林晨，前宗主黎天渊之子，青云宗真正的少主，今日首战仇头，拨乱反正。我等应立林晨为青云宗新任宗主。拥立林晨为宗主，拥立林晨为宗主，拥立林晨为宗主。识海中，林苍兰的记忆碎片还没有完全炼化，那些关于嫉妒、关于执念、关于天才如何一步步变成恶魔的话，是魔者被我硬生生扛了过去，但代价不小，灵力在剧烈翻腾，经脉中有几处出现了细微的裂纹，不是被林苍兰打的，是反噬造成的。刚才那一瞬间吞噬的灵力太过浑厚，我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消化，但我没有让任何人看到这些。他在莫老和我对付林苍兰的时候，拖着残躯爬走了。一个修为被废到淬体境的邪修，在黑风山脉的腹地拖着残躯逃窜，能活多久，全看天意。回宗，所有人回宗。这一天，青云宗失去了一位代宗主，也失去了一位化神境的邪修首领。但这一天，青云宗得到了一位从杂役院走出来的少年宗主，死在了我的剑下。我以为这一刻我会觉得痛快，会觉得3年的仇恨终于有了交代，但我没有，我只是很累。林苍兰临死前说你比他强，我不知道他是在说我比我父亲强，
还是在说他自己终于比不过了？也许两者都是，也许到了最后，他已经分不清了。这是林晨3年来第一次走进这座大殿。林天元之子林晨品行不端，灵根品质低劣，自甘堕落。今日起废除少主身份，打入杂医院，永不得参与宗门事务。第一件事，林苍兰余党。林苍兰在位3年，安插了大量亲信占据宗门要职。这些人中，有的是主动投靠，有的是被胁迫就范。主动投靠的，限3日内向长老院自首，交代所作所为，从轻发落；被胁迫的，只要主动交代情况，既往不咎。3日后仍未自首的，以同罪论处。弟子愿自首。第二件事，宗门风气，从今日起，废除林苍丸任期械颁布的所有不合理的规矩。陈长老，这件事由你牵头。是。第三件事，他以为自己是安全的，毕竟妖峰内部的账目问题，莫老没有来得及拿到手。妖峰的事，由洛席来说。诸位长老、同门，弟子洛仪，药峰峰主之女，今日在此呈报药峰副峰主赵文昌3年来的罪行。你从哪里？你把杖子锁在我的。所幸是3阶灵锁，破解3阶灵锁需要凝丹境以上的灵力，我没有那个修为，但我有另一个东西。这是你贴身侍从的备用钥匙，他3个月前生了一场重病，是我炼丹救了他的命。作为回报，他把钥匙借给了我。你设计我？我没有设计你，我只是在你做过的每一件坏事旁边放了一支笔，你做了什么，笔就记了什么，账册上的每个级写出来了。这些我一直知道，但我没有证据，我的身体不允许我亲自去搜集证据，所以我让我女儿替我做了这件事。3年，他用了3年。3年，他搜集赵文华的罪证用了3年，和莫老搜集林苍白的罪证一样长。2个不同的人，在同一个宗门里，各自忍耐了3年，各自搜集了3年，各自等待了3年，等的就是今天。赵文长，你的罪长，证据确凿。从今日起，废除你的副峰主职位和全部修为，逐出青云宗，终生不得踏入南域任何宗门。念在你没有直接参与谋害我父亲，留你一条命。药峰峰主洛天行年事已高，身体不便，从今日起，药峰日常事务由洛仪代为管理。洛瑶，药峰交给你了。丽儿，爹对不起你，药峰的事儿只能靠你了。药峰，陆师姐辛苦了。丽儿，爹。不是因为念旧，是因为这里有他需要的东西。里面的东西不多，几瓶邪修丹药，几件低阶法器，一堆灵石。但在储物界的最深处，我找到了2样东西。玉简中记录的是黑风老怪的部分记忆，不是文字，而是灵力刻录的影像。黑风老怪有记录重要事件的习惯，这枚玉简中存储的是30年来他和林苍兰合作的关键节点。那2个字，我在万妖秘境的噬天族遗迹中见过。噬天，这里是噬天族的另一处遗迹，不是遗迹，是祖地。可惜已经被毁了。不过这些东西或许对那位道尊大人有用。道尊大人，上界锁妖塔，父亲。脑海中，父亲的面容浮现出来，不是记忆中的面容，而是我想象中的长大后的父亲该有的样子。我还没有见过长大后的父亲，但我会见到的，一定会。
今天望南峰上很热闹，但气氛不对，不是议事的气氛，更像是审判的气氛。林宗主，你终于来了，我们等你很久了。看来今天的大会不是来议事的。林宗主，议事的前提是双方都愿意讲道理，但你做的事儿恐怕不是讲道理能解决的。我做了什么事？这是南域17家宗门联名签署的指控书。林晨，你有什么话说？这封指控书是谁起草的？南域17家宗门联名。我问的是谁起草的？联名是联名，但总要有人先写第一笔。17家宗门同时接到同一份指控信，措辞一致，格式统一。那个人是谁？在你们回答之前，我先说几件事。这是青云宗前代宗主林苍兰勾结南域邪修首领黑风老怪的全部罪证。3年，苍兰和黑风老怪联手伏击了我父亲，并挖走了我的灵根。1个月前，我在黑风山内枪仔当众揭穿了他的罪行，林苍兰当众认罪，并试图杀人灭口，最终被我击杀。关于修炼魔道邪术的指控，在《万灵要典》第17卷中有明确记载，它是上古时期存在的正统灵根之一，绝非邪术。关于弑杀宗门长辈林苍兰是谋害我父亲的凶手，是窃据宗主之位的罪人，击杀他是为父报仇，是拨乱反正。至于与邪修势力有染，1个月前在黑风山脉，是我和我的护道者联手击败了黑风老怪，并废掉了他的修为。指控书上的3条罪名，每一条都是颠倒黑白。3年前，林苍兰就是用同样的手法把我说成了废物，把一个受害者变成了全宗嘲笑的对象。你展示的这些所谓的证据，都是你自己提供的，谁知道是不是你伪造的？秦掌门，如何验明真伪，相信不用我教你了吧？秦掌门，我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这份指控书是谁送到你手上的？1个月前，一个人来到天剑宗，将这份指控书交给了我。他说自己是南域散修联盟的代表，代表是17家宗门的共同意愿。那个人长什么样？中年，瘦高，面容普通，没有留下姓名。他是什么修为？看不出来，他隐藏了修为。一个不报姓名、隐藏修为人，拿着措辞统一的指控书送到各宗门。指控书说我疑为域外魔修后，依据是什么？没有依据，只有一句可靠性情报。什么情报？谁提供？全部没有。一份没有来源的情报，一个没有面目的送信人，一套没有依据的指控。各位觉得这封指控书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巧舌如簧，不管你说什么，你身上的灵根能吞噬灵力，正道修士怎么可能？秦掌门，30年前黑风老怪第一次入侵南域，是谁挡住了？是我的父亲林天渊，他以1人之力挡住黑风老贼和300邪修，护住了南域17家宗门。不好，黑风老怪余党，他们早就埋伏在周围了。所有人警戒！南域的正道修士们，今天一个都别想活着离开！这座风沙大阵花了3年准备，越挣扎，灵力消耗越快。秦掌门，省省力气吧。各位，现在不是追究我有没有罪的时候，现在是所有人能不能活着离开的时候。秦掌门，你的化神境灵力即使被压制3成，仍是全场最强。你负责正面牵制他们的首领。好，方阁主，你的修为被压制后，在元婴境中期，你带玄武阁的人守住东面矮墙，阻止邪修从侧翼突破。行。陈长老，带青云宗弟子守南面。洛离，你带药峰弟子负责救治伤员。同时，你的丹药里有没有能临时提升灵力的东西？破锦丹可以在1炷香的时间内抵消风沙阵的灵力压制，但1炷香之后，副作用会让服用者灵力的秦长老，你是全场最强战力，就贺江阁主，你和方各一位，其位3分给3位凝丹境巅峰的长老，你们是防守的支柱。30年前我跟着凌天渊杀邪修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个角落里躲着。今天让你见识见识天剑宗的剑。只要阵法还在，所有人的灵力就会被持续压制。破禁丹只有1炷香的时效，
我必须在时限之内找到阵眼，破坏它。依然是我。小子，你确实强，但你不该死。他的灵根能吞噬所有属性的灵力。别用灵力远程攻击，近战用兵器。2个元婴境的头目从出手到倒下不到10息。我征战一生，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战斗效率。一个凝丹境的少年，用不到1炷香的时间，全灭了数十个邪修和4个元婴境的头目，这不是人能做到的事。吞噬4大护法的灵力之后，反噬在这一刻猛然爆发，比之前任何一次都猛烈。但这一次不是1个人的执念，是4个人的。你比你以为更加更了恨。黑风老怪，他用那枚禁药和某种邪修秘法强行恢复了一部分修为，不是全部，但足以让他暂时回到化神境初期的水平。代价是他这辈子都不可能再恢复真正的修为了。他在用最后的疯狂赌最后一把。林晨，你以为废了我的修为就完了？老夫活了300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你以为区区1个月就能让我认命？今天老夫要和你同归于尽！服用归虚丹之后，可以在1炷香的时间内恢复化神境初期的战力。1炷香成之后，油尽灯枯，生死道消。他没有犹豫，来！痛，剧痛让我的任何意识反而清醒了一分。噬魂阴风，这是黑风老怪的成名绝技。30年前，他就是用这一招偷袭凌天渊，一击之下，凌天渊的神识防线被撕裂了一道口子，差点当场陨落。不可能，秦魂阴风被吞了，那是专门克制噬天族的邪术。你错了，秦魂阴风确实克制噬天族。30年前，他伤了我父亲，但你忘了一件事，我父亲的噬灵是被封印过的，而我的是完全觉醒。你用这一招伤了我父亲，今天还给你。既然要死，那就一起死！你比你父亲更狠，和之前所有加在一起都不一样。黑风老怪活了300年，300年的记忆，300年的执念，300年的痛苦和疯狂，全部涌入了凌晨的识海，不是碎片，是洪流。你的敌人是噬天族，他们挡住了万界通道，只要消灭他们，你就能得到你想要的一切。他的灵根失控了，后边后退，后退！我在失去自己。左灵，启特，用尽全力！不要靠近他，他现在六亲不认。凌晨，
定魂丹，专门用于稳定神识、驱散外来记忆干扰的丹药。这因为是仓促制作，药效只有正常定魂丹的30%，但对眼下的凌晨来说，足够了。你的手没事，皮外伤。你的灵根每次吞噬都在变强，但你的心智跟不上，每次反噬都比上一次更猛烈。照这个趋势下去，迟早有一次你会被它彻底吞掉。你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否则……我知道了。林宗主，今天的事是我秦苍欠你的。指控书的事，我会亲自调查，查清楚之后，天剑宗会给你一个交代。秦掌门客气了。林宗主，看来之前是我们误会了。这份指控书的事儿，玄武阁也会彻查。另外，你分配战术的能力比你的修为更让人印象深刻。林宗主大义，我等之前受人蒙蔽，多有冒犯。不必道歉，你们的怀疑是合理的。在没有亲眼看到证据之前，任何人都有权利质疑。今天的事说明了一件事：我们之间可以有分歧，可以有质疑，但面对真正的敌人时，我们必须站在一起。当你看到这段话时，说明你已经足够强了。我没有死，我被封印在上界的锁妖塔中。封印我的人是玄天道尊，玄天仙宗的宗主，上界的至强者。他要的不是我的灵根，而是我灵根中封印的万界通道钥匙。想要救我，你必须先突破到化神境，打开上界通道。通道的钥匙在天眼王朝的祖地之中，那里有一座通天塔及其3件上古至宝，就能打开通。不要急，不要贪，不要恨，我会等你。父林天渊。父亲没有死，他被封印在上界，他在等我。天眼皇朝的祖地，通天塔，3件上古不宝，上界通道，锁妖塔。指控书是诱饵，南域大会是陷阱，黑风老怪的余党是执行者，但安排这一切的幕后之人，不是黑风老怪。黑风老怪已经是个废人了，他不可能在被修为之后还能指挥余党布下这么精密的局。有人在替他下棋。道圣，南域的事快要了了，宗门稳了，罪证确凿了，群雄的敌意暂时化解了，但真正的路还在北方。父亲，等我。有意思，噬天族的后裔比我预想的要强。不过强一点也好，太弱的猎物没有狩猎的价值。让他走，让他去锁妖塔，让他找到他想找到的一切，然后我去收网。老尊，他的路还很长。天眼皇朝的祖地通天塔，3件上古煞宝，上界通道，锁妖塔，每一步都是未知，每一步都是危险。但他不害怕，因为路的尽头有人在等他。天眼皇朝在天武大陆的最北端，距离南域足有万里之遥，中间隔着万妖山脉，灵气充沛，妖兽遍地。正道修士穿越万妖山脉需要极大的运气和实力，大多数人选择绕路，多走半个月的路程。林晨没有半个月可以浪费，每多一天，封印就多一分被玄天道尊彻底磨灭的风险。我必须尽快突破化神境，尽快找到通天塔，尽快打开上界通道。所以我选了最短的路，直穿万妖山脉。那种震动不是面对敌人时的事情，也不是面对灵力时的饥渴，那是一种更深层的，来自血脉本身的共鸣，像是2根相隔万里的琴弦，一根被拨动了，另一根也跟着插了起来。有什么东西在那个方向，一个和我灵根同源的存在。他以一敌10余，已经力竭，身上伤痕累累，银白色的劲装被鲜血染成了恨红色。九尾狐族的公主，乖乖跟我们回去，太子殿下会给你一个体面的结局。
否则……呸！萧炎那条狗也配让我束手就擒？最后一次，跟我们走，还是死在这里？你。是田间，你是？你是谁？路过的。路过的，路过的人不会一见一个宁丹境巅峰。你是什么人？林晨，青云宗。林晨，你就是那个杀了黑风老怪、废了林苍兰的林晨？消息传得真快。是。我叫子瑶，九尾狐族万妖山脉最大的妖族。我是九尾狐族的公主，也是目前族中唯一能激活九尾血脉的人。这个少女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感谢，不是求救，不是哭泣，而是谈判。我的族人正在面临灭族之祸。万妖山脉下有一个上古封印，封印着远古凶兽，封印正在松动。一旦凶兽破封而出，整个万妖山脉，包括山脉中的所有妖族都会被毁灭。我是唯一能重新封印凶兽的人，但我激活九尾血脉需要进入万妖秘境，拿到狐族先祖留下的完整传承。万妖秘境的入口被凶兽的气息封住了，需要一股与我血脉同源的力量才能打开。你的灵根能感应到我的血脉，因为你的灵根和我的血脉产生了共鸣，说明你的灵根和九尾狐族有远古渊源。你体内的那股力量恰好能帮我打开万妖秘境的入口。你帮我打开万妖秘境的入口，拿到传承，作为回报，秘境中有能帮你突破化神境的天材地宝。而且万妖山脉通往天眼皇朝的路被皇朝的边防军封锁了，只有我们九尾狐族知道一条秘密通道。你帮我救族，我助你开路，公平交易。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少女，能走吗？死不了。好丹，你随身带着这种品质的丹药？别人给的。刚才追杀你的人是什么人？天眼皇朝太子的人。他觊觎万妖山脉下的凶兽力量，他借此突破洞虚境，所以他派人追杀我，阻止我封印凶兽。萧炎，我在莫老搜集的情报中见过，天眼皇朝太子洞虚境修为骄横自负，野心勃勃。他不只是觊觎凶兽的力量，他背后有人，一个来自上界的人。具体是谁我不知道，但他对你的灵根非常感兴趣。上界，又是上界，走吧。去哪儿？万妖秘境，帮你拿到传承，然后你带我去天眼皇朝。成交。如何？殿下，九尾狐族的公主已经被救了，救她的人是噬天灵根的持久者，他和子瑶的血脉产生了共鸣。噬天灵根有意思，盯着他们，不要打草惊蛇，让他们进万妖秘境，然后等我的命令。是，殿下。入口在潭底，但需要九尾狐族的血脉之力才能打开。我之前试过很多次，每次都在最后一步失败。我的血脉之力不够纯，无法触发先祖留下的封印。但你不同，你体内那股力量和我的血脉有共鸣。如果在最后一刻，你用你的灵根转入一股灵力，和我的血脉之力共振，封印就有可能被打开。开始吧。现在灌入你的灵力。走。
万妖秘境是上古九尾狐族的祖地，传说中九尾狐族的第一位先祖就是在这里觉醒九尾血脉的。秘境中保存着历代先祖的传承和记忆，只要我能走到最深处，就能拿到完整的九尾传承。秘境里有什么危险？守护妖兽，先祖用妖力创造的守卫，没有灵智，只会执行一个指令，杀死所有没有狐族血脉的入侵者。没有狐族血脉的入侵者，那我……你会被他们攻击，但我可以帮你。只要我用血脉之力在你身上留下标记，他们就会把你当成我的附属，不会主动攻击。但标记有时间限制，最多维持2个时辰。2个时辰够了。你还挺自信。不是自信，是不想浪费时间。走吧。他们是秘境的守护妖兽，先祖用妖力创造的守卫，没有灵智，只有一个指令：杀死所有没有狐族血脉的入侵者。标记在起作用，但标记的威力正在筛减。快走，最深处的传承殿在洞穴的另一端。这些守护兽不会离开灵草丛林太远，只要我们速度够快。九尾传承，你去拿传承，我拦住他们。你的时间不多，我身上的标记快消失了，你必须在标记消失之前拿到传承。这些银狼的妖力结构和我见过的任何妖兽都不同，他们是上古大发用妖力直接编程出来的杀戮机器，我不能在这里浪费时间和灵力。还有多远？前面那个石塔。石溪，我只需要石溪。够了。让更多的银狼从灵草丛林深处涌出，填补被他斩杀的缺口，杀之不尽。5息6息。成了！九尾血脉完整觉醒。拿到了。你的伤？没事，皮外伤。涂在伤口上，3天就能好。谢谢。从那条岔路的深处传来一股气息，极其微弱，但极其熟悉。那股气息的波动频率和我丹田中噬天灵根的脉动频率完全一致。同源和噬天灵根同出一源。怎么了？那里面有东西，和我的灵根有关。那是秘境的禁闭，连先祖的传承记忆中都没有关于那个区域的记载，只知道它存在，不知道里面有什么。我的传承告诉我，那里封印着某种极其古老的力量。先祖留下了一句话：非无足至亲者不可入。走吧。我要回万妖山脉了，封印松动的事不能等，我必须尽快回去重新封印凶兽，平定族中的叛乱。你先去天眼皇朝，我处理完族中的事之后会去找你。好。黄征天骄大比，你会参加吧？会。凌晨。今天谢谢你。天眼皇朝，通天塔，上界通道。父亲在等我。那条岔路深处的气息还在我的灵根中隐隐回响。等我足够强的时候，我会回来。他拿到了。是，九尾传承，完整觉醒，化神境中期。好，九尾血脉觉醒了，正好，完整的九尾血脉
是激活凶兽封印锁量的唯一钥匙。他以为他拿到了力量，其实他只是把自己变成了我打开牢笼的工具。至于那个凌晨，让他去天眼皇朝，让他参加天骄大比，让他以为自己在找父亲的路上。等他踏入皇朝的那一刻，他的灵根就是我的了。凌晨没有立刻上路，那股来自秘境深处的气息还在我的血脉中回荡。同源，非无族至亲者不可入。噬天族和九尾狐族有远古渊源，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或许就是那个至亲者。噬天，碑的正面刻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不是人族的，也不是妖族的，是一种他从未见过，但他的灵根能够本能地读出来的古老文字，是天族的文字。他们不是人，不是妖，不是神，不是魔，他们是混沌的产物，天生拥有吞噬万物的力量。他们的使命只有一个：守护万界通道，阻止域外的黑暗中物入侵，然后衰落。域外的入侵者越来越强，每一波都比上一波更恐怖。噬天族的伤亡越来越重，族人越来越少，到了最后，只剩下了不到1000人。你们的使命太重了，让我来帮你们分担。噬天族的族长犹豫了很久，最终同意了。他们需要帮助，他们太累了。然后背叛。总有一天，会有一个人来继承这一切，他会比我们更强，他会完成我们未能完成的使命。他们守了万界不知道多少万年，然后被他们保护的人背后捅了一刀。魔族，域外的入侵者，壁画上那些从黑暗裂缝中涌出的生物，他们还有名字，而这面壁画上被凿去的部分，有人不想让后来者看到某些信息。噬天之力，非吞噬也，乃承载也，承载万物之痛，万物之力，万物之命，以己身为器，容纳天地之众，此为噬天之真意，承载而非吞噬。原来我一直理解错了。噬天族之血脉，可觉醒7种心境：贪、嗔、痴、惧、疑、执、灭。每破一境，血脉进一步觉醒，7境全破，方可承载万界之众。7种心境：贪、嗔、痴、惧、疑、执、灭。我之前的每一次反噬，兽性、林苍兰的执念、4大护法的记忆叠加黑风老怪的300年，都不是失控，那是心魔在考验我。而我则连第1种心境都还没有完全看破。无族最后之血脉，若你能读到这段文字，请记住，你不是孤独的。你的血脉中流淌着千万族人的意志，他们没有消失，他们只是沉睡在你的血液中，等你唤醒。千万族人，壁画上那些芥蓝色的战士，守了万界不知道多少万年，最终被背叛和屠杀的战士，他们的意志就流淌在我的血液中，不是普通的觉醒，是噬天族最后的血脉之力被彻底激活。那股力量不像灵力浮现地那样冰冷锋锐，而是一种带着温度的、厚重的，像大地本身一样的力量。凌晨闭着眼，感受着血脉之力在体内翻涌，
他的脑海中，那些被他吞噬之人的记忆碎片在这一刻安静了，不再像针一样扎他的识海，而是像溪流汇入大海一样，自然而然地融入了他自己的意识中。不是消失，是被接纳了。噬天之真意，承载而非吞噬。他在这个瞬间理解了这句话的一小部分。噬天灵根终于觉醒了。100年了，自从我灭了噬天族，那枚灵根就消失了。我以为它永远不会再出现，没想到噬天族还有余孽。有趣。传令下去，天武大陆那边的布局加速。他的修为稳定在了元婴境9重，距离化神境只有1步之遥。我会记住的。那后面藏着什么，我现在还不知道，但我会知道的。噬天族的使命是守护万界，父亲留下的一切是为了让我有走到今天的力量，而我要继续向前走，走到能把父亲带回来的那一天，走到能承担起血脉中那1000万族人意志的那一天。从万妖山脉到天眼皇朝，中间隔着一片荒原，修士们管它叫乱葬园，不是因为这里埋着死人，而是因为这里死过太多人。没有规矩，拳头大的就是道理。洛林是在凌晨离开万妖山脉后追上来的，他在青云宗处理完药风的事务后，没有留在宗门。药风有我爹盯着，出不了大事。你身上的反噬问题没有解决，路上需要人看着。不只是因为他确实能帮我盯着反噬，我注意到了他以身为炉炼制定魂丹时留下的伤，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好。他需要特殊的灵草来修复灵脉，那些灵草生长在万妖山脉的边缘地带，和我们北上的路线差了200里，根本不是顺便。但我没有说破。3里之外的灵力波动，强烈到连普通修士都能察觉。前方很多人，制式的统一频率的灵力，像是经过训练的军队。还有一个浑厚粗犷，带着一股不加修饰的野性，像一头被困在笼中的猛兽，但它正在这一压制，被至少30道之灵力同时压制。前面有情况。天眼皇朝禁军。黄刀，太子殿下有令，你今日必须死在这里，束手就擒，或许能留个全尸。太子殿下，萧炎那条狗也配叫太子？他暗中勾结邪修，残害忠良，灭了我师父满门，这些事他以为做的天衣无缝，大胆，竟敢辱骂太子殿下！老子今天就是死在这里，也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天眼皇朝的太子萧炎是个什么东西！来呀，老子今天就算死，也要拉几个垫背的！懂。最后问你一次，束手就擒。你路过，我见过很多种眼神，但这种眼神我只在一个人身上见过，我自己。3年前杂医院被围殴的那些日子里，被打得满身是血，趴在地上站不起来，但咬着牙一声不吭的那些日子里。你是什么人？路过的。我说了，你可以回去告诉你的太子殿下，这个人我带走了。撤！兄弟，好身手！你伤得不轻，死不了，
老子命硬，这点伤比不上我师傅那年被萧炎的人砍的1/10。2处贯穿伤，后腰内处伤到了肾脉，大腿内处差一点就断了主经脉，需要立刻止血和修复经脉。最后一枚了。3阶上品，兄弟随身带着这种好东西？他给的。嫂子好。不是嫂子，吃，别说话。好丹，姑娘，你的丹道造诣不一般。兄弟，你叫什么？林晨。林晨，你就是那个南域的林晨，杀了黑风老怪，废了林苍兰，在望南峰上一人灭了一支邪修队伍的林晨。是。老子今天走了什么狗屎运？被人追杀了一路，居然被南域第一猛文救了命。这个人的体魄和力量远超同阶修士，他不是靠灵力走到今天的，是靠一身横练的筋骨和不要命的打法。兄弟，你要去哪儿？天眼皇朝。天眼皇朝？你去那里干什么？参加皇城天骄大比。林兄弟，你救了我的命，我这条命从今天起就是你的。你去天眼皇朝，我跟你去。不只是报恩，萧炎那条狗，他是我的仇人。我师父叫周铁一，曾是天眼皇朝的镇北大将军，忠心耿守了边关20年。3年前，我师父发现了萧炎暗中勾结邪修，私吞军饷，用禁药控制边军的证据，写了密折要上报皇帝。密折还没送出去，萧炎就带人灭了我师父满门，137口，上至70岁的老太君，下至3个月大的婴儿。我师父被当众斩首，头颅挂在皇都城门上，示众了3天。我活下来了，因为我师父在事发前一天把我送出了城，他预感到了什么。但137条命，我一直在找机会报仇，但我一个人势单力薄，进不了皇都，进不了萧炎的身，被他们追杀了3年，从王朝腹地一路逃到这里。你要去天眼皇朝参加天骄大比，大比上萧炎一定会出现。跟着我。只有3个字，但那3个字的分量比千言万语都重。主公，你那个灵根吞噬灵力那个，我在南域听人说起过，传的神力其神的，我不太信。到底是什么来头？上古噬天灵根。噬天，这名字我在皇都的时候听人提过。萧炎身边有一个幕僚，每次提到噬天2个字，表情都特别奇怪，又贪婪又忌惮。我还以为是什么上古禁术的名字。萧炎知道噬天，他的幕僚，也就是他背后的上界势力，对食人灵根非常感兴趣。所有的线索都在指向同一个方向，从南域到万妖山脉到天眼皇朝，每一步都不是随机的。我正在一步一步地搞进那个最终的敌人。主公，前面再走2天就到皇朝边境了，边境有驻军盘查，以我的身份，一露面就会被通缉，有没有什么办法？有办法。面容丹，服下之后，面容会在3天之内发生细微微变化，足以骗过普通的面容识别阵法。境以上的强者能看穿药象。你什么时候练的？路上，你们赶路的时候我没事做，就练了几路。他不是没事做，他是提前想到了边境盘查的问题，然后在没有丹炉、没有完整材料的野外条件下，用随身携带的有限灵草练出了成品。嘿嘿，谢了嫂。不是嫂子。哦，那洛姑娘。厉害，洛姑娘的手艺绝了。元婴境9重的灵力在经脉中平稳运行，噬天灵根的脉动比之前更加沉稳。血脉觉醒之后，灵根似乎安静了不少，不再像以前那样时时刻刻都在饥渴的索求。萧炎背后有上界的势力，狂刀说他身边的幕僚对噬天2个字又贪婪又忌惮，那不是普通的皇朝幕僚，那个人很可能就是上界安插在萧炎身边的奇弟子。到了天眼皇朝之后，你面对的不只是一个太子，是一整张网。萧炎是明面上的刀，他背后的人才是握刀的手。我知道。你怎么打算？先参加天骄大比，大比的冠军能进入皇朝祖地，祖地里有通天塔，通天塔里有打开上界通道的钥匙。萧炎是路上的石头，
石头也可以绊死人。所以我带了你们。天眼皇朝的皇都天极城，远远的就能看到它，比青云宗大了100倍不止。在荒原上走了5天之后，它像一头沉睡在大地上的金色巨兽，出现在了地平线的尽头。到了，天极城，3年没来了，变了不少。3年前，他从这座城里逃出来的时候，师傅的人头还挂在城门上。变容丹的药效还有2天，足够撑到进城之后。进去吧。繁华的表面之下，我感觉到了另一种东西——压迫。天眼皇朝的护城大阵，在皇都的范围内，任何修士的灵力都会被大阵压制2成。即便是化神境的强者，在天极城中也只能发挥出8成的实力。这是皇朝的控制手段，在自己的地盘上，不允许任何人拥有威胁皇权的力量。天极城比3年前更严了，护城大阵升级过了，以前只压制1成，现在是2成。暗卫，萧炎的私人武装，名义上保护皇都安全，实际上是他的眼线。天极城的大街小巷都有他们的人。看来萧炎对这座城的控制比我们想象的更深。何止是更深？3年前我离开的时候，萧炎的势力就已经渗透到了皇都的每一个角落，禁军的1半将领是他的人，暗卫完全听命于他，连朝中大臣都有1大半被他用灵石或者把柄收买了。皇帝就是个摆设。黑风老怪储物界中那张旧地图上标注的位置，上界通道锁妖塔入口就在天眼皇朝的祖地之中，而祖地中还有通天塔，通天塔里有打开上界通道的钥匙，大比冠军能进入祖地，这就是我的路。主公，你看到了？看到了。要参加？必须参加。嘿嘿，那正好。大比上如果碰到萧炎的人，老子可以公报私仇。报名处在哪儿？城东的天舞台。那是皇朝举办大型赛事的专用场地。3年前，师傅带我去看过一次天骄大比，那时候3年前，师傅还在，天极城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走吧，先找个地方落脚，然后去报名。姓名：凌晨。来历：南域青云宗。登基官的呼吸频率变了。南域青云宗，修为元婴境。南域来的元婴境修士不多见，是不多见。本月15日辰时，天武柴台集合，迟到视为弃权。他等了大约1炷香的时间，有人在用灵力探查我，探查的方位天舞台北方，大约3里之外，灵力波动极其浑厚，远超普通修士，至少在化神境以上。更准确的说，那道探查的灵力波动中夹杂着一股极其特殊的味道，不是灵力本身的味道，是一种来自上界的不属于天武大陆的气息，和我在望南峰上感受到的玄天道尊分身的气息同出一源。萧炎背后的人已经注意到我了。殿下，天舞台那边传来消息，有一个叫林晨的人报名参加了天骄大比，来自南域青云宗，元婴境修为。林晨，就是那个杀了黑风老怪，废了林苍兰，在望南峰上一人灭了一支邪修队伍的林晨。正是。他来的倒快，我还以为南域的那些废物能拖住他更久。道尊大人对他的灵根到底有多在意？不惜一切代价把那个灵根带回来。不惜一切代价，有意思。那我就不惜一切代价。天骄大比上，
我亲自会会他。在那之前，让人去给他一个下马威，让他知道天极城不是南域，在这座城里，我才是规矩。元婴境9重的灵力在经脉中平稳运行，噬天灵根的脉动沉稳而有力，像一颗安静跳动的心脏。血脉觉醒之后，他对灵根的掌控又进了一层。那些曾经如影随形的饥饿感虽然还在，但已经被压制到了一个个可以控制的范围内。但他知道，这只是暂时的。下一次吞噬，下一次战斗，下一次心魔的考验，随时都可能到来。这座城市很大，很繁华，很危险，但我不是来观光的。15日，天骄大比，冠军，祖地，通天塔上界通道，父亲。天骄大比之前，我要他跪在我面前。天骄大比开始前的3天，天极城比平时更热闹了。来自天武大陆各方的修士涌入城中，酒楼茶肆里到处是议论大比的声音。谁会夺冠？谁是黑马？谁是热门？一个来自南域的，没有背景的，名不见经传的元婴境修士，在天城的天骄圈子里，连被提及的资格都没有。这样很好，我不在意这些，我在意的只有一件事：15日的天骄大比冠军。萧炎，天眼皇朝太子亲自来了。他不是来打架的。50个禁军加上他本人的洞虚境修为，这个阵仗不是来打架的，这个阵仗是来示威的，是来告诉我，我知道你在哪里，我知道你是什么人，在这座城里，你没有藏身之处。奉太子殿下之命，搜查邪修余孽，所有住客不许离开房间。出去！哪个不长眼的敢踹老子的门？狂刀，别动手！凌晨，南域来的天才，久仰，比我想象的更年轻，也更瘦。南域的修士都像你这样，吃不饱饭。哦，还带着一个姑娘，长得不错，南域的，叫什么名字？药风，洛伊。药风，炼丹师，有意思。你跟着这个南域来的穷酸小子，不如跟着本太子。天眼皇朝的资源，不是南域那种穷乡僻壤能比的。你想要什么灵草，本太子都能给你。不必，不必。你的女人挺有骨气。她不是我的女人，她是药风封主之女，青云宗的炼丹师。你刚才的话对她不敬。不敬？在天极城，在本太子面前没有不敬这个词。本太子说什么就是什么。他坐在窗前，承受着萧炎全力释放的灵压，面色没有丝毫变化。凌晨的灵力在我的灵压下没有任何变动，我的灵压根本压不动他。一个元婴境的修士，在洞虚境的灵压下纹丝不动，这怎么可能？有点意思。天骄大比上见，到时候本太子会让你知道南域和皇朝之间的差距。主公，那条狗，他居然……我知道。你就这么让他走了？他刚才他对洛姑娘……狂刀！他说的那些话，不在意，一只聒噪的苍蝇而已。他不是不在意，他只是不在意被人侮辱，他在意别的东西。天骄大比，3天后，到时候
我会让他跪下来道歉。不只是为了我，不只是为了你，是为了他自己。他需要知道这座城的规矩，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3天后，天骄大比，萧炎，他的灵力，我的灵压竟然压不动他。元婴境的修为，怎么可能？因为他不是普通的元婴境，他身上的灵根是天灵根，不是天武大陆的东西，它是上古时期的存在，远超这个世界的认知。仅凭灵力层次来衡量他的实力，会犯致命的错误。那怎么办？天骄大比上正面击败他，殿下有皇朝至宝和镇国绝学，这些都是天武大陆最顶级的底蕴。只要在大比上光明正当的赢他，他就没有理由拒绝交出灵根。如果他不交，那就用别的办法。好，天骄大比上见。天骄大比前3天，天极城的气氛已经热到了房点，城中各大酒楼茶肆里坐满了人，3句话不离大比。独坊的嫖赔率榜每2个时辰更新一次，排名靠前的热门人选被反复提及、比较、争论，仿佛那不是一场修士之间的较量，而是一场全民参与的盛宴。天极城的修士们有自己的一套等级观念，在他们眼中，天武大陆分为2个世界：天眼皇朝和其他。皇朝的天骄拥有最好的资源、最顶级的功法、最完善的训练体系，而南域、西荒、东海那些地方来的修士，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乡下来的泥腿子，来皇都见见世面罢了。今年大比没有悬念吧？前3肯定是太子殿下的人。听说南域来了几个什么青云宗的。南域那种穷乡僻壤出来的，来凑什么热闹？怕不是来蹭饭的。所以当南域青云宗、凌晨元婴境这几个字出现在天舞台的参赛名录上时，引起的反应不是震惊，不是好奇，是嗤笑。天舞台的外围设了数十个独立的修炼石室，供参赛者免费使用。石室不大，方圆2丈，四壁由灵元石铸成，能承受元婴境以下的灵力冲击而不碎裂。我不需要适应性训练，但天极城的灵力阵法对我的感知有压制作用，我需要时间来重新校准自己的感知范围。哟，南域来的，你就是那个凌晨元婴境南域青云宗？哼，我跟你说话呢，聋了？你说什么？他就是那个南域来的，一个元婴境的南域修士，也敢来参加天骄大比？兄弟，我劝你一句，天骄大比不是你们南域那种乡下比武，这里的对手最低都是化神境，你一个元婴境来凑什么热闹？送死吗？还是说你是来蹭热度的？南域来的土包子，报个名，打2轮淘汰赛，回去就能跟人吹牛，老子参加过皇城天骄大比。喂，土包子，你倒是说句话呀！那双眼睛太平静了，平静的不像是一个正在被嘲弄的人该有的眼神，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漠然，像是一个站在山顶的人在看山脚下的一群蚂蚁。吵什么？天舞台总陈教头，陈铁负责天骄大比的赛事组织和秩序维护，名声极响，不是因为修为高，而是因为他公正在天舞台闹事。不管你是太子人还是皇帝的人，一律按规矩处置。大比还没开始就在这里欺负人，闲得慌就去修炼，再让我看到你们在这里闹事，取消参赛资格。元婴境，南域来的。是。小心签表。小心签表，签表有问题。372号，凌晨，南域青云宗元婴境。是的，把他分到死亡之组。第1轮安排宁丹境巅峰的对手，第2轮化神境初期，第3每一场比赛都要让他用尽全力才能赢。如果他能活到半决赛，决赛的对手殿下会亲自安排。可是签表的种子排位有规矩，元婴境的选手不应该和化神境的选手在前3轮就碰面。规矩，在天极城，殿下的意思就是规矩。你有2个选择：第1，按我说的做，事后殿下会赏你3枚4阶灵草和1座独立修炼洞府；第2，不按我说的做。我做。
化神境初期，第一轮就安排化神境初期的对手。按照正常的种子排位规则，元婴境的选手第一轮应该遇到聚气境或凝丹境的对手，至少不会跨一个大境界。陈铁说的小心签表，乃誉为元婴宗，原来指的是这个。3轮比赛，3个化神境的对手，从初期到后期，向3级台阶逐级递增。这不是签表，这是绞肉机。任何人被放进这样的签子里，就算能赢每一场，也会在3轮比赛后耗尽灵力和精力。等到半决赛，他已经是一具空壳了。光主公，这签表他们动了手脚，第一轮就是化神境，这他妈……我知道，你知道还这么淡定？淡定不淡定，签表都不会变。该打的比赛，一场一场打就是了。行，你牛。第一层就是化神境，萧炎，你急了，但你不了解他，你不了解噬天灵根，你也不知道被逼到绝路上的凌晨会做出什么事。签表已经改好了，前3轮3个化神境，如果他能全部赢下来，第4轮半决赛的对手是殿下安排的暗棋。他能赢前3轮吗？有可能。噬光灵根的能力不是境界能衡量的，但如果他每一场都拼尽全力，到半决赛的时候，他的灵力和精神都会被消耗到极限。那就让他连半决赛都进不了。天骄大比开始了。你就没有别的反应？化神境初期啊，跨了一个大境界，那签表明显被人动了手脚。所以呢，签表动了手脚，比赛就不打了。行，你心里有数就行。签表的问题我注意到了，第一轮就安排化神境的对手，这不是比赛，是消耗战。但他们不知道，对他来说，化神境初期根本不够看。你看到右侧第6个签表了吗？看到了，第一轮就是化神境初期，第3轮化神境后期，这什么签表？据说那个1线72号是南域来的，元婴境。元婴境被分到这种签表里，这不是送死吗？谁知道呢？也许是得罪了什么人吧。像潮水一样在看场上蔓延，所有人都在等着看一场早就知道结局的戏。第3组结束，第4组372号凌晨对68号赵天光，双方上坛。你就是凌晨，南域来的？是。签表的事我听说了，你的签表不正常，第一轮就遇到我，不是你的运气差，是有人在整你。这个人的坦率出乎我的意料，但这不影响我出手。天骄大比上了擂台就不讲人情，我会全力出手，你也一样。好，开始！金刚岁月，好强！赵天王一上来就用了全力，那个南域来的完了，元婴境怎么可能接住化神境的全力一拳？我的拳头不是打在了一只手掌上，是打在了一座山上，不，比山更深。那掌心传来的触感像是一个无底的深渊，我的灵力在接触到对方掌心的瞬间，就像水流入了大海，无声无息的消失了，被吞噬了。